苏维安，你一直这样推开我，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意外比病痛先到，我先离开你，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和我在一起？顾云哲，我后悔了，我大错特错，求你了，不要有事。我喜欢你，很喜欢很喜欢。只要你可以回来，我什么都答应你。说话算数。你跟我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吓死我了！维安，刚刚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住了。原谅我太过依赖气球的拥抱。行了，别哭了。你戴着眼镜，我都没有办法帮你擦眼泪。你没事就好。顾云哲，你还缺女朋友吗？有病的那一种。维安，以后不许再离开了。再次梦到，这就是你说的，一直想跟女朋友做的事儿。对啊，我特别喜欢看恐怖片，但是我一个人又不敢看。不过以后我就不怕了，有你在，我就不会错过任何一部恐怖片。你又想套路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我套路你什么？你不就是希望我害怕往你怀里钻吗？没有，我是真的害怕。别装了，不敢看。有个电影说，遇到鬼不能叫，否则你的舌头会被拔掉的。我不相信。来，来，这样啊，我就不害怕了。这都是套路。你就这样乖乖的，我们俩一起干。你笑什么？我没有笑，我是害怕。还害怕？嗯。顾医生，你的病人和学生知道你是这个样子吗？什么样子的？故意带我看恐怖片，刚才害怕都是装的。我是真的害怕。你不相信，你摸摸我手掌心。你摸，手心是不是都吓出冷汗了？前那份甜蜜，距离我遥不可及，仿佛是命运刻意安排给我的谜语。我现在偶尔想起，说不清什么情绪，
或许是我太过了解，被爱过就不想再被忘记。忘了也没关系，是你给我勇气。永远等不到的那些风景，我会祝福着你。忘了也没关系，是我终究自己一直爱着你，从来没放弃。喂，师兄。什么情况？好，我知道了，谢谢师兄。怎么？我有请各个医院的省外师兄帮我留意他们收治的动脉瘤病人，看看他们当中有没有参与 HTQ39实验的。刚刚2院的一个师兄跟我说，他们收治的一个病人叫做田丽，就在刚刚突发动脉瘤破裂，抢救无效身亡。也是 HTQ39的被试吗？和你姑姑的情况一模一样。这已经是第3例动脉瘤破裂的试验被试了。果然，姑姑的动脉瘤不是个例。温教授必须得重视这个事情了。今天又没有见到温教授。苏维安，你还是不打算自己求证吗？要不你到我实验室来吧，正好我缺个研究助理，我们俩一起，肯定可以找到答案。我不去。为什么呀？哎呀，只要我见到温教授本人，跟他说明了情况，他团队的人肯定能找出问题的，还轮不到我一个退学的医学生自不量力。你比他们都有资格，而且你也更有能力。投入产出比太低了，有这功夫，我还不如多跑几个场子呢。张和呢，应该也可以在手机 APP 上挂到专家特许。对呀，真的？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还好我有一个这么聪明的男朋友。这个男朋友还不是你哭着喊着追回来的？又提这个事情。哎，你的男朋友在帮着你找别的男人，你就不怕你男朋友不开心吗？那你说吧，要怎么样才开心？你说呢？嗯？好一点了。还疼吗？不疼了。这个以后自己小心点儿。先把这个号挂上。这儿。苏维安，患者苏维安在不在？在。谢谢。杨老师，苏维安找到温教授诊室来了。请进。温教授你好，我叫苏维安，我姑姑参加过您的 HTQ39药物试验。爸，你记得当年我的论文被诬陷撤署名的事儿吗？那个同学他叫苏维安，后来被学校开除了。前一阵子他找到我，让我帮他姑姑参加 HTQ39临床试验。那是很严肃的事情，入组都是随机的，不能干预。我就是这么如实跟他说的，可是不知道他抽什么风，非要在外面造谣 HTQ39有副作用。我看他就是想要报复我。
如果你不是来看病的，那么请不要耽误其他患者的就诊时间，请吧。参加药物实验的被试中有3名出现过动脉瘤破裂，这个事您知道吗？苏维安，你胆子也太大了，敢冒充患者。其中1位患者因为动脉瘤2次破裂已经身亡了，这么严重的不良事件您不管吗？带走。我也是学医的，根据药物试验规定，你们必须立即上报伦理委员会。赶紧带走。快点上！这样啊，这什么情况？参加实验的患者有死亡啊！老师，是这么个情况啊。这名被试者他早就自愿退出实验了。停药以后，动脉瘤破裂，家属要求一些赔偿，这我肯定不能答应啊。他为什么退出？根据赫尔辛基宣言的宗旨，临床实验的被试者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时退出实验的，而且不需要任何理由。患者没有多说，我们也没有多问。临床实验一定要严谨。他刚才提到的那几名患者，一定要把情况搞清楚，不能出任何问题。好，我这就去啊。拿。怎么了？没有见到温教授？我进去还没说2句话呢，就被杨文斌赶出来了。他们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你赶出来了。我不确定温教授到底知不知情，但是我敢肯定的是，杨文斌一定在刻意隐瞒。我来想办法。我的男朋友准备什么时候下班啊？那就要取决我的女朋友愿不愿意帮我搭把手了。想得美！你笑什么？等着你夸我呢。我夸你？我都快在实验室猝死了，我还夸你？我都说了，医学耽误我赚钱。苏维安，你真的就准备这么放弃自己的梦想了吗？其实，治病救人，不一定非得拿手术刀。医学早就成了我们的信仰，也是本能。医学早就跟我没关系了，现在不会有，以后也不会有。那你帮我跑趟检验科吧，帮我把这个样本交给那儿的王丽娟，王老师，她知道该怎么处理。人家早都下班了，好不好？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不睡觉不下班？别人我还真不知道，王丽娟王老师这个点儿肯定还在。怎么了？魂儿掉了？太不可思议了！在华人这样一个人均博士的地方，居然深藏着一个大专生。你知道我刚刚在王医生那儿碰见谁了吗？是心内科的专家，还是肝胆胰的权威啊？是吴院士，心内科的泰斗吴院士。你在他那儿看见谁都不奇怪。那个活在杂志上的大医生，居然亲自来送样本，
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堂堂院士居然恭恭敬敬向大专生请教。你说这个王医生，他是个什么传奇人物啊？他呀，20年如一日，坚持自己梦想的微生物神探。王医生他自己从来不直接接触病人，没有哪个病人知道病理报告分析中出现的王丽娟医生这个名字究竟是谁。他虽然居于幕后，但他却是我们每一个华人医生心目中的英雄。但是他永远都没有办法成为实验室的研究员，或者是教授。那又怎么样呢？他仍然是我们的镇院之宝。王医生他自己从来都不在乎这些，医学早就成为了他的信仰。所以苏同学，治病救人的医生不一定都是手拿手术刀的。苏维安同学，有没有兴趣成为华人历史上第一个拥有柳叶刀医座的本科生啊？你故意让我去的，顾医生，还不死心呢，还打着小苏医生的主意呢。我可没这么说。所以苏同学，治病救人的医生不一定都是手拿手术刀的。你拿我箱子干嘛？断舍离。哎，你这箱子放在桌子底下挺久的了，看看都是灰，不用了，我给扔了啊。扔不用了，这是我的箱子。哎，你要放在桌子底下接灰，我趁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偷偷扔。你要敢扔我箱子，我就离家出走。嘿，哎。你说你有办法见到温玉良教授，我怎么不信呢？神经病学年会即将于下周举行 HT-39 3期临床试验成果分享。到时候当着全国专家的面，温玉良教授不可能回避，这是个绝佳的机会。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我一个本科生，怎么混进去神内的顶级专题讲座？谁说你要混进去了？我带你进去。你一个外科医生，凭什么进人家神内的专题讲座啊？
因为你男朋友是无所不能的顾云峥啊。我和以前霍普金斯的同事合作了一个关于亨廷顿舞蹈症的课题。课题申报的项目书刚刚提交国自然基金中外合作项目，所以我也获得了参会资格。你跟老外合起伙来骗国自然基金呢？这基金申报就没有尽调之类的吗？这怎么能叫骗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当然有问题啦！你研究胶质流都已经9年多了，不管是高分论文也好，专题讲座也好，都是有关胶质流的。还有你那个国自然课题，都已经快出成果了，一直都被视为胶质流领域里面最有前途的研究之一，怎么可能有精力去研究2个课题？更何况是从零开始研究亨廷顿舞蹈症，怎么可能会有人信你的鬼话？真是对我了如指掌啊，苏瑞安。你这么关注我，我很开心。我就随便了解了解。重点是，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以为重点是可以直接和温教授对话了。不讲武德。说我一个文人，我讲什么武德？再说了，我为了获得年会的资格，辛辛苦苦写了这么久的课题申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难道不该被奖励吗？原来你最近起早贪黑，就是为了这个。我呀，现在算是发现了，你就是吃软不吃硬，对你啊，就得用苦肉计。以前我总是只做不说，是因为怕你有负担。我现在就认为有负担才好。好什么？你有了负担，就不会不告而别了。这么记仇，原来你是这样的，顾老师。没办法，我是真的怕了。我总觉得，你亏欠我越多，才越不舍得离开我。都怪我，以前不应该一直逃避。对啊。我这颗心是一片一片拼回来的，你一定要好好呵护。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不告而别了。起码2封信吧。哎，苏伟安。你好，我们是参加全国神经病学学术大会的。好，你好，郑姐，谢谢。稍等一下，郭教授，房卡。谢谢啊。您入住的房间是406，是我们的 King size 海景大床房。好，谢谢。我的房间呢？您2位入住的都是406海景大床房。一间房吗？是的。麻烦帮我单开1间。实在抱歉，女士，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房了。跟我没有关系啊。
哎，你好，我是负责会务接待的 Leo， 入住有什么问题吗？我是华人医院的顾云峥。我们俩现在需要再多开一间房。实在是抱歉，酒店今天客满了。顾教授，您的房间出什么问题了吗？这位是和我同行的苏维安女士，我在报名登记表上标注过性别，但是现在我们俩被安排在了一间房。啊，那我查一下啊。没错啊，这位苏女士之前没有在出席代表的名单上。作为您的随员，我们是按照您家眷的身份安排食宿的。难道她不是您的家属？也不算完全不是吧？那就是了。参加这次神内年会的人员很多，酒店的房间比较紧张，我们安排也比较困难，所以还请顾教授能多多理解一下啊。完全没有空房了吗？抱歉，真的没有了。你看，麻烦你再查一下呢。好。哎，喂，你好，请问你们酒店今天晚上还有空房吗？好的，谢谢啊。喂，你好，请问你们酒店还有空房吗？这么晚了，很难临时订到房的。谢谢你了。怎么说？今天晚上就先凑合一晚。我都行啊，看你了。谢谢啊。一张床，谁先抢到谁睡床。我别抢！喂，明明就是你少订了一间房啊，还说什么慢慢来？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小苏同学，你可不能诋毁我的人格啊！小苏同学，这才叫套路，懂吗？怎么那么硬啊？腹部肿块，该去照 CT 了。别闹了。顾医生也有害羞的时候吗？你再仔细摸一摸，究竟是腹肌还是腹部肿块？洗澡去了。洗澡？我是说睡前洗个澡，你别误会了。苏同学，到底是你误会还是我误会啊？你自己思想不健康，可不能赖我。你思想才不健康呢，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哦，原来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不知道。那我告诉你啊。不是说了要慢慢来的吗？只是一个吻而已，已经够满了。哎，好，你先洗澡去吧，今晚早点休息。顾云峥，你个老狐狸！你叫我啊？没有。吵到你了？没有。你还要弄多久啊？很快了，我根据最新的反馈意见修改一下课题申请书。那我能帮你做什么？有专家指出，样本量太大，在可行性上会有难度。交叉试验呢？会增加计算的难度。那有几种实验条件2种。2种，2种还好吧？0.3%乘以164除以4。不对，还要再除以2。那个是不是也得变？哪个？这个。对，要变。你自己做吧。你干嘛？我给你一个好的角度，反正你睡不着的时候也要偷看我。谁偷看你？我才没有呢。那你还要弄多久啊？快了，再修改一下项目背景就好了。那个，一会儿你还是别睡沙发了，我觉得沙发不太舒服。睡床吧。先说好啊，这条线为准，不能越线。好，不越线。
知道吗？其实我也会害怕，从医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我怕我创造不了奇迹，我怕你会离开我。去哪儿？我是不是气到你？习惯了，又不是第一次跟你睡。都说了不要提那天晚上。你想到哪儿去了？我说的是友好医院药房，你压了我一整晚。远，你有没有想过，只要我们在一起，就算你压我一整晚，挤我一整晚，我也是喜欢的。只要我们在一起，就算有一天真的会傻，会惨，我也愿意。其实我挤你，也许是浪漫，是欢喜，但日子久了，如果你长时间睡不好，这样的一天手术感晕头转向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喜欢的还是普通又简单的生活。人的本能就是自私吧，趁还有理智的时候为别人多着想，自然是要为别人多着想。起床吧。欢迎苏女士莅临指导。干嘛呀？又不是第一次来，这么神神秘秘的。还有这个，这可是我为你准备的特别款式啊，不可爱吗？可爱，就是有点粉。粉多好呀，女孩子不都喜欢粉色吗？来。新买的啊？对呀。那儿。都是你买的吗？啊。这眼光比我们家兰姐还一言难尽呢。怎么？你不觉得很可爱吗？嗯。没你可爱。说吧，葫芦里卖什么药呢？你应聘研究助理，任务重，时间紧，我可不能给你开后门。我能为你做的就是私人家教服务。你看，这些都是我为你准备的资料，虽然不说特别全，但是配合上我帮你整理的论文，应聘个研究助理，十拿九稳。准备这么充分，顾老师，你蓄谋已久。我是觉得你家离学校太远了，你这样每天来回跑，不影响复习进度吗？再说了，你回去那么晚，也会影响楠姐休息的，对不对？这儿多好呀，云蒸咖啡图书馆，
专属空间，专人服务，24小时为您开放。给你点小费，帮我泡杯咖啡吧。你这个小费可买不起我的咖啡。这就对了嘛。伟安，你学习紧，我工作忙，一不小心，咱俩1个星期都见不上一次。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从今天开始，我想每天都看到你。好吧，那我考虑一下。考虑一下。哦，维安，你这是全搬过来了？对啊。过来。怎么了？东西太多了，还是你不乐意啊？我怎么会不乐意呢？不多不多，我以前就是觉得我家里太空了，正好都塞一塞。那，你今天晚上就不走了？医院离你家比较近，上班方便。以后呢，我就每个周末再回家。那，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怎么跟兰姐说的？我就说实验室太忙了，医院给安排宿舍。只是我没有说这个宿舍很豪华，而且还有24小时贴身服务的人。掉落的对话，逐字逐句天真，眼睛坠落于你掌心的余温，心无而不安的跳，噩梦的纷扰，原谅我太过依赖记久的拥抱。有 secret， 你的梦话都被我听见，偷笑着悄悄记录下所有的心愿。My secret， 我不再记得自己曾是孤岛，我盼着很久后你和着我的一角。反正也是个陪跑的，这么着急干什么呀？早有这股劲儿，也不会到现在还是个本科学历。他说谁呢？谁是本科学历？华人应聘不筛简历的吗？本科毕业也能参加面试？不会是因人设岗吧？这么倒霉？初试开始，点到名字进来。李玉芳，跟我来吧。
位考官老师们，大家好，我叫苏维安，毕业于华人医科大学，连续3年获得国家奖学金，连续6年专业成绩第1。既然中途退学，为什么又要到实验室当研究助理呢？因为我姑姑和她的2名病友参加了亨廷顿舞蹈症的药物试验，而且他们都发生了动脉瘤破裂，但是药物团队并不承认这是因为他们的药物导致的不良事件，所以我想找出证据给他们看，避免剩下的被试也发生这样的危险事件。你就是那个在神经内科年会上提问的女学生啊？听说你当众让张河医院的温教授下不来台。我确实多问了几句，那是因为我认为温教授对不良事件的阐述语焉不详，而且学术大会就是用来交流探讨的嘛。所以就想拿我们科当个跳板，想为你的姑姑来讨回个公道啊？不是的，我是想证明给他们看，研究要有研究的样子。即使我内心希望出成果的愿望比他们强烈100倍，但是我绝对不会通过牺牲安全性以及真实性去完成这个事情。下次啊，找别的医院的大教授的时候，记着带上你们找出来的直接的证据。我通过面试了。接下来啊，就看看你能不能过第2轮复试了啊！谢谢王老师。不是说了在家等吗？我面试的可是你的实验组，总要避嫌的。我又不怕，怕的人是你。我就是想第一时间来确认好消息。看样子，苏同学稳操胜券了。那可难说，临场反应应该没问题，但是你知道的，我的学历不占优势。没关系，那就先好好准备复试。初试只是初印象，复试才是最重要的，考验的是你们的实操能力。那复试的主考官也是王焕忠老师吗？你可要小心了。王焕忠老师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到时候你可以感受一下他的死亡凝视。死亡凝视？上车吧。多谢江江啊，江江，不好意思啊，家里有些乱。别，没有，我觉得比我想象的好。那我收拾一下，你先坐这儿吧。好。哎，你一个人住好爽啊，想干嘛就干嘛，衣服想怎么放就怎么放。要是我这样子的话，我爸妈肯定会骂我。那你这么晚出来，你爸妈不担心吗？不会啊。我都跟他们说好了。那就行。你不问一下我是怎么跟他们说的吗？那你怎么说的？我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他会照顾好我的。那肯定啊，多晚我都负责把你送回去。方明凡。哦。你不觉得顾医生和维安自从确定关系以后，他们的进展就突飞猛进吗？我们俩都落后了。谈恋爱还讲究进展，又不是比赛。你家小老板都快和苏维安同居了，你不着急？他俩怎么是他们的事儿，我着什么急啊？方明凡，你每天晚上回来这么晚，那么忙，扁扁他会孤单的，对吧？他才不孤单呢。猫本来就是独处动物，而且扁扁也不喜欢我们这种愚蠢的人类黏着它，是吧，扁扁？那也不行啊，他得需要人照顾。你不在的时候，我可以照顾他。
真的啊？嗯，那太好了，把我家的钥匙给你。你出门记得锁门啊。怎么了，江江？方明凡，哦，你活该单身。是我暗示的不够明显，还是我魅力不够？我是一个女生哎，留宿这种事情，你要我直说吗？留宿？你要住这儿？不是江江，我是觉得你在家里待着挺舒服的，你来我这儿多委屈你啊！我怎么会觉得委屈？我不会觉得委屈啊，方明凡。我从小都是跟我爸爸妈妈一起住的，而且我大学都是走读的，从来就没有享受过这种一个人独处的空间。你这里吧，虽然不是很大，可是很自由啊，每天想干嘛就干嘛，想几点睡就几点睡，想点外卖就点外卖，想吃夜宵就吃夜宵，多爽啊！而且，还是可以和你还有扁扁一起，多幸福呀！你真这么想？嗯。好啊。你们知道下面要进行什么操作吗？神经细胞的传代培养。我的答案和苏维埃一样。那你说一下神经胶质细胞传代的消化步骤。神经胶质细胞传代的消化步骤需要1:1，加入0.125胰酶和0.02 EDTA， 盖满平底为宜。你还有什么补充吗？ pH 值保持在7.5，温度保持在37摄氏度。开始操作吧。好，可以了。主任辛苦了。还有人要用吗？没有了。我考完了，我到医院门口的咖啡厅等你。几岁啦，还玩偷袭？咱俩正大光明谈恋爱，怎么被你说的跟偷情一样？那不是在医院吗？上一次出事的时候就有人说，这一次招聘是因人设岗，我怕别人说你假公济私。假公济私？行了，苏维安，我跟你说啊，
不管咱们怎么做，那些爱说闲话的人，他们始终都是会说闲话的。倒是你啊，你倒是给我多一些假公济私的机会啊！我才不呢！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算是真的见识到王焕忠老师死亡凝视了。不是，怎么会呢？是你操作失误了吗？怎么可能？实验结束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紫外线灯按了一下，他唰的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吓死了。我就问他是不是有别人要用，他又说没有。维安啊，维安，我跟你说，王老师的死亡凝视，是希望你重视他的严格，不是让你去怕他。你放心吧，王老师那么做，是他认可你了。真的？那，庆祝你顺利通过复试。那怎么又是书单？通过复试了呀，可以看些闲书了，不开心吗？开心你个头！过了复试还要看书，你自己看去。在医学世界里，我们不得不面对各种可能性。我们之所以被这门不完美的科学所吸引，是因为我们迷恋可以妙手回春的那一刻。我们抓住每分每秒，用自己的知识、能力，去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让这个人过得更好。什么年代了，图书馆都电子化了，怎么还有这种手写的借书卡？你个肄业生，果然满脑子废料。吓死我了！你怎么走路没声音啊？我看你神神秘秘的，以为你在研究什么高深的理论，原来就是在做这种。我记录借书卡呢，犯法吗？不犯法，但是浪费时间。这怎么浪费时间了？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会被永远记录在图书馆里面。这是什么？家事通知，是不是你的帖子起作用了？对呀。谢谢我的顾老师。苏维安同学，那我们这次就在所有人面前拿出你的真本事，让我们正大光明地赢下这一局。必须的。又跟大学时候一样，你又帮我建了一次考场。加油啊！各位老师、评委们，在加试之前，我想先说几句话。我经历了笔试和面试2轮考试，获得了这个研究助理的岗位，整个过程公正、透明。我不知道再加试一场的必要性在哪儿。如果这次加试仍然是我胜出，是否可以到此为止？不要为了给个别人开后门，浪费学校的公共资源。这次的加试啊，就是最后一次考试，录用结果我们会当众公布的。好的，主任。既然都考了2轮了，你们就简明扼要的说一说，你们认为作为科研助理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好的，我认为
做科研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不能半途而废，不能碰到一点问题就逃避。我经历了8年不间断的寒窗苦读，获得了华人医科大学的博士学位。在学校期间，我获得了科学杯1等奖等诸多奖项，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深知，成绩是过往，也是累积，只会更加坚定我对科研的热爱和追求。苏雨安，该你了。好，我认为，作为一个科研助理，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做好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数据、每一个推论、每一个实验，都应该是严谨的，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弄虚作假。苏安，你这么看重数据和实验，那你有发表过什么科研成果吗？而且你中途退了学，你真的了解学术研究意味着什么吗？我了解。在校期间，我完成过一篇专业论文。这是完成吗？完成和发表可不是一个概念啊。我的论文曾被人发表在影响因子大于6的杂志上，我想我的论文质量应该不错。那怎么你这个文章的内容和温冉获得科学杯1等奖的论文一模一样呢？你们是共同发表的吗？那为什么不共同署名呢？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主办方在接收到我的举报信之后，第一时间撤销了1等奖的奖项。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个被撤销的1等奖会出现在温同学的简历里面？各位老师，这个科学杯1等奖虽然被苏维安同学恶意举报，主办单位也只是暂时收回了奖杯，获奖证书还在我手上。后来我们向主办单位提供了详细的证明材料，导师确实是根据工作量和贡献量来决定的。这个第一署名，并不是我抢他的。你我都清楚，我离开学校的时候没有带走实验日志，所以你断定我拿不出证据来。但是老师们都知道，科研是环环相扣的严谨，做不得1点奖。那篇论文中使用的是荧光染色法。温同学，作为这篇论文最大贡献者，你应该很清楚实验的方法和步骤吧？是，我想也是，因为你在另一篇论文中采用了一模一样的荧光染色法。我想请问，在试验当中，你用的依抗是哪家公司的？时间这么久，事迹这么多，怎么可能一一记得？不记得。文章中明明写的是 Meka 公司。那就是吧。有什么问题吗？那你可以告诉在座的各位老师们，在试验当中，你是用什么方法避免假阳性的吗？这个在我论文里面的实验报告当中有具体方法和详细材料。在我举报的那篇论文里面，试验采用的受体蛋白依抗是2014年3月从美国发出的。抗体公司在这批次中做特殊标注，增加封闭时间，减少依抗孵育时间，而且要加用试剂冲洗，避免假阳性。这一批次之后，试剂就做了改进。但是温同学，他在新一篇的论文当中采用了一模一样的方法，他跟他的审稿老师都没有发现，用他的实验方法根本得不出实验结果。温同学，新论文是你自己撤，还是等待再次举报？我可能记错了，我用的那个试剂可能就是2014年3月那批。2篇论文相差3年，怎么可能用一批试剂呢？
第一篇论文实验刚刚结束的时候，因为试剂消耗过大，贺晓光老师还叫我去申请加购新试剂，这都是有记录的。学长，那个。 我可能是用了科里其他老师没有用完的试剂。老师，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家事没必要继续了，到此为止吧。人事部马上出一个方案，彻查近5年来各科室发表的论文，凡涉及学术造假，绝不宽容。王主任啊，尤其是贺晓光和温冉署名发表的那2篇论文，一定要彻查。科学研究容不得任何造假，我们华人也不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杜院长，那今天的评分和结果是什么呢？ 我宣布一下，从今天起，神经外科立即开展全科整顿，严查学术不端行为。胡云正医生，你来负责科里论文的审查工作，任何瑕疵都不能放过，啊？好。小老板，谁赢了？谁赢了？小老板？ 苏维埃赢了啊！耶，我就知道他会赢。来吃饭了，怎么样？这个可是我上学的时候做实验的专用造型，像不像医生？你就是医生。来拍张照。3、2、1，好。看，来了。像是那么回事吧？维安，这次你跟温冉 PK 赢了，但是不代表那些流言蜚语就会消失。你真的做好准备要跟我一起工作了吗？当然了，我可是堂堂正正进的华人，不会给你丢人的。光不丢人可不行，我的要求是很高的。哎呀，我知道，知道。以前被你怎么折磨的，我还历历在目呢。我说真的，我们这次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动脉瘤和 HTQ39有关的直接证据，否则就有可能会有新的不良事件发生。我们这段时间的工作量和之前相比，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你要有心理准备哦。香吧？我好像闻到了狐狸的味道。你，我后悔搬过来了，简直是羊入虎口，给了你这个奴隶主奴役我24小时的机会。怎么舍得呢？顾老师随时化身咖啡师、按摩师、金厨师，24小时竭诚为苏吐水服务。你身份倒是蛮多的嘛，还差一个苏家准女婿的身份。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去见兰姐啊？得寸进尺。时间不早了，我坐地铁，你开车，一会儿医院见。哎，不是维安，你就不吃了吗？我去医院吃饭吃，第一天上班不能迟到。我辛辛苦苦做的。不住在一起了，也不能一起去上班。你去。苏维安，你过来。怎么啦，顾老师？
亨廷顿多巴胺能系统的治疗药物主要分几类，作用机制是什么？2大类，针对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主要作用机制包括抑制 VMAT 和直接阻滞多巴胺受体。目前在研的药物当中，近2年来进入到临床3期的药物有几种？3种，分别是 NRT057、HYD902，还有 HDQ39。但是前2个药物在瓶颈期已经停滞1年多了。瓶颈期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很复杂。这2个药物在3期临床结果的论文里有过一些分析，还有亚组分析也出现显著性的差异。有一种说法是，这个药物的作用可能是长程的，观察时间不够长。那些药厂为自己留后路的话，就可以不用再说了。你自己的分析是什么？样本量毕竟大了几倍，有可能是结果遭到了稀释。你是说3期的结果不准？不是，我是说2期结果可能存在偏移。哪里的偏移？2期临床的结果当中，入组患者的病程用什么来表示？中位数。3期临床中，入组标准的依据是什么？这个是补充材料里的内容，我只看了正文。8个小时，10篇文章，平均每篇文章40分钟，你都看了些什么？不管是正文还是补充材料，这些内容对于评价一个研究都是非常有用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你为什么答不出来？对不起，顾老师，今天之内我补上。顾老师，知道您一向要求严格，可是苏同学毕竟连研究生都没读完，第1天上班就给人家布置这么多任务，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他跟其他人来比，做成这样确实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他自己的实力远远不止如此，做成这样根本没有宽恕的余地。苏维安，如果你拿不出实力，就永远只能被人诟病靠关系。好的，顾老师，今天下班之前我会精读一遍，包括补充资料。我排了老长队才买到的。老板，你学过变脸呐？一下班判若两人。什么老板？你才是老板。我怎么敢呢？老板布置工作的时候颐指气使，吓得我现在还在瑟瑟发抖。哪个老板那么作妖？我帮你收拾他。我还以为今天当众那么说你，你真生气了呢。我有那么不识趣吗？我知道你是在帮我，而且确实是家事引起的论文整顿，大家难免对我有怨气。不过呢，你对我越严厉，大家就会越同情我。是，也不是。什么意思啊？你刚才是真的想训我？回家说。先吃，吃完再说。先说，说了再吃。维安，我为什么要让你看那些文章？了解所有的研究进展。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求证 HDQ39的问题跟动脉瘤的关系。没错，你想过没有？为什么研究机制相似的同类药物总是在3期临床的时候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比起论文里面那些冠冕堂皇的论述，我们难道不应该了解他们真正在做什么吗？你难道不应该全面掌握补充材料吗？应该。是我考虑的太少。那就从今天晚上开始啊，我们2个一起
一个字一个字的把这10篇论文过一遍，在论文当中找到突破口，来设计实验。这么痛，就不应该跟老师谈恋爱，每天都有看不完的复习资料，还有考不完的试。怎么？怕了？现在后悔可来不及了。你说，别的情侣也跟我们一样，整天没日没夜的搞事业吗？你不想搞事业，难道想要搞点其他的？吃吧，沉迷学习无法自拔。吃吧，来，先来花。黑夜拨动时针，喧嚣逐渐代替无声。我们沿着相遇剧本，像前夜的彩虹，还有穿过沙漠的风，都曾经是我们的见证。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找寻1/1000的可能，困在这因为命运的城，却依旧追逐着星辰。别担心我爱着的迷途的人，只背着温暖孤独灵魂，让我拥抱你的裂痕，你如星灿烂闪烁在落寞时分。怎么样了？怎么全都是阴性啊？动脉瘤的发生率本来就低，再加上我们第一批实验鼠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才是第1批实验鼠，我们还有第2批。现在这个结果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样本量不够大，说不定第2批实验鼠能有一个阳性呢。我仔细想了一下，虽然我现在仍然坚信我们最初的设想是正确的，但是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条件，让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变成一个大概率的事件，这样我们就不是在碰运气了。大概？你是说？你姑姑是不是有高血压？是。我明白了，我们要在转基因模型鼠上造出高血压模型。或许高血压患者的血管内皮对 HD-39更为敏感。聪明。怎么了？谁惹我女朋友生气了？实验室的人欺负你了？怎么可能？实验室的工作量这么大，根本没人注意到我在。那是怎么了？你会觉得实验进度有点慢吗？慢。我们同时在进行细胞模型、动物模型的实验，相互对照验证，已经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了效率和实验设计的严谨性，已经很快了。
是，我本来也觉得没问题，但是你只有1个月的期限，万一我们输了怎么办？怎么总是提输啊？你是对我没有信心，还是对你自己没有信心？苏维安，你要记住，工作上我们是一个团队，生活中我们同样是一个整体。你现在应该要做的是，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做才能一起赢？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呢？六感细胞全被污染了。马上就要到培养时间了，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出污染？我明明每天都打扫实验室，这是什么问题？6感细胞全被污染了。你先不要着急啊，先把污染的细胞全都清理干净，所有的培养容器都清洗消毒。那可不行，必须马上解决。再拖延下去，被污染的细胞只会更多。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精准的找到污染源，那我只能里里外外再打扫一遍了。一会儿你先回去，我弄好再回家。必须要马上找到污染源。怎么又污染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喂，维安，都12点了，你还不回来？你怎么咳嗽了？怎么咳这么厉害啊？我看看，发烧了，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应该就是着凉了吧。退烧药在哪儿？我去拿过来。维安，你别走，你就在这陪我一会儿吧。不行，发烧得退烧，我去买药。太晚了，一个人出去不安全。我可是一个人闯荡过拉卡亚的人，放心吧。你还好意思说？你在拉卡亚肚子还破了一个洞。好了，好好休息，别说话了。
冰箱里只有这个了，你委屈一下。舒服多了。那就好，快睡吧，睡一觉，明天早上就好了。薇安，你不在我身边，我睡不着。都什么时候了，还撒娇呢？看我都烧成什么样了，你还不陪着我？少来这一套啊！我一会儿还得去修改实验设计呢。你快睡觉。睡得好吗？8点了，那只想睡2个小时的。你知道你睡觉打呼吗？哎，我怎么上床的？我怎么知道？如果不是你自己跑上来的，难道是我一个病人把你抱上来的？退烧了没？怎么还没退烧啊？我去买药，或者你跟我去医院。没事，没事，薇安，你快去上班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可以吗？嗯。不是吧？有人吗？我锁里面了。不会又给自己加班了吧？还说我是顾不阿皮，哪有你这么自觉的卷心菜啊？自己卷自己，卷得这么起劲儿。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薇安，你怎么来了？退烧了吗？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门锁了，反正也出不去。与其干坐着，还不如找点事情做呢。让我看看退烧了没？我退烧了。哎，行了行了，赶紧回家去啊！走，薇安。走吧。准备放手了。还好吗？走吧。走吧。小苏早啊。你看，动
动脉瘤的阳性率达到4%了。这么高？对啊，我们的视角是正确的。HDQ39对高血压患者的副作用更大，更容易引发动脉瘤。这样，我马上就去对鼠脑进行取材，完成切片染色。不用滚出花园了。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还没有评上教授的男朋友，请大家多多关照。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研究生毕不了业的女朋友，大家不用关照。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请问顾医生的女朋友今天晚上有没有安排啊？顾医生想和你共进晚餐。今天晚上还真不行，今天我妈把我姑从疗养院接回来了，我妈叫我回家吃饭，下次吧。这两件事情不冲突啊。你看咱俩交往这么久，是应该找时间去拜访一下阿姨跟姑姑了呀。没必要吧？苏维安，你该不会还没有跟家里人说咱俩已经在一起了吧？没有特别提起。那他们是不是还不知道你跟我住在一起？嗯。是你妈妈不喜欢我吗？怎么会呢？我妈很喜欢你，而且她还很感谢你救了我姑姑。那就是了。那既然这样，就更应该上门拜访他们一下。走，走了。要不还是算了吧，我紧张。没什么。谁呀？来了啊！苏维安，苏维。阿姨好。顾医生，你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他想来吃个便饭。啊？吃便饭。阿姨，今天呢，我不是以顾医生的身份来您家，我现在是苏维安她男朋友。哦，那快，请进，快请进，来，进来。维安，你也是，你也不跟我说一声，顾医生要来。阿姨，其实也不怪维安，是我自己唐突了。我听说您要维安回家吃饭，我自己非要跟着一起过的。就是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家呀没有男士拖鞋，这双是新买的，要不就别换了吧。对啊，别换了。没事儿，这鞋该换了。哎，姑姑，说起来，您的动脉瘤还是需要做一下 CTA 的复查，看一下有没有上次遗漏或者是近期新发的。这样吧，等哪天您有时间了，我们还是去门诊再做一个详细的检查。那也好。嗯。菜准备好了吗？我去做菜。我跟你一起。我跟维安一起。那可不行，顾医生，您今天第一次来，怎么能让你下厨呢？没事，阿姨。这样，您和姑姑就先坐着休息，然后我和维安把饭做好了，咱们一起吃。你们去休息吧。咱们做一个土豆烧排骨，好。再做一个蒜蓉鸡翅。你妈妈还喜欢吃什么？吃点水果啊！来，做一个烧茄子，然后再做一个青椒肉丝。好了吗？好了。
我不吃。你尝尝。哎呀，我不吃。嫂子啊，你说他俩什么时候谈的？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说维安这个孩子也真是够奇怪的，谈了恋爱都不跟我说一声。我觉得顾医生人挺好的，你别说，安安眼光真不错。哎呀，就是他太体贴，太细心了，总觉得有点怪怪的。哎呀，细心点好。你都不怕我被落着吗？别闹，别闹，苏维安，别闹了啊！维安，来，你过来一下，快点儿！怎么了？阿姨，我家呢是本地的，我母亲是桥梁建筑师，不过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父亲也是医生，他们离婚了，所以我不怎么跟他打交道。我可以向您保证，维安跟我在一起，一定不会受欺负。还有您最后的问题，我可以非常确定地回答您，我不是什么心理变态。如果阿姨还是不放心的话，我可以去做一个心理测评。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赶紧做饭去，快去啊，维安！阿姨，今天确实比较着急，也没有时间好好准备，所以就随便做了几个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您还有姑姑就将就吃着。顾医生啊，你今天第一次上我们家来，还让你亲自下厨，是我们照顾不周全啊。都怪这丫头，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你呀，让你做饭还不好好做，下次你来，我一定好好招待你。没，阿姨，来。不是维安，他不好好做，是我着急表现自己，所以把他的活给揽下来了，对吧？够了。顾医生啊，阿姨，您以后就叫我小顾吧。来，你们有什么打算？你们计划结婚吗？妈。我自己倒是有挺多计划的，不过最主要的还是看维安他的想法吧。我没什么想法。阿姨，是这样的，不管结不结婚，不管什么时候结婚，我对维安的心都是真的，永远不会变。怎么证明啊？你还记得？你怎么会做这个西红柿煎蛋面的啊？而且是两个单面煎。维安曾经告诉我，他说这是爸爸的味道。我从当时就已经开始决定，以后就由我来做给他吃。虽然叔叔现在已经不在了，
但是味道是可以延续的呀。是，不然你吃啊，快吃，你先吃嘛。阿姨，您先吃，您先吃，您尝尝是不是那个味道啊？来，您尝尝这个鲜蛋。妈，我先把顾云珍送下去啊。晚饭做多了，你们呐拿回去吃啊。谢谢阿姨。我们拿回去。你明天不上班了？你不是跟我说小顾家离医院更近一点吗？啊？阿姨，您放心，有我在，我不会让维安受到任何委屈的。那我们走了。还没睡啊？我在想，HTK39虽然有副作用，但它也是每一个亨廷顿舞蹈症患者的希望。我们亲手把这个希望毁了，那下一个希望又在哪？那我们就一起去创造这个希望。自从在拉肯亚遇见你，好像总是很倒霉，有处理不完的麻烦，还有接二连三的霉运。也有可能，我为了遇见你，把我所有的运气都用光了。你改变研究方向的事情，为什么只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情？维安，你先回答问题。今天这个房间我是真的待不下去了。为什么进来的每一个人都这么激动呢？不是顾云峥，你研究了那么久的胶质瘤课题，你交给别人，你不心疼吗？我相信王主任会找到最合适的人接手，不管是谁做，都是为了医学的进步。我现在心思不在胶质瘤上，就算让我继续做下去，也只会适得其反。这是刚才我从温教授那里拿过来的，全部都是他研究舞蹈症半辈子走过的弯路。温教授那样的前辈尚且做不到的事情，你为什么觉得我们从零开始就能做出成果呢？维安，我要做的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做出成果，不是减轻舞蹈样动作，也不是为了延缓发病进程。我要做的是找到亨廷顿舞蹈症的治愈方法。我知道，这听上去确实不太可能，但是我就是要试一试。是什么呀？我这辈子就已经这样了，我已经无所谓了。你不一样，你的研究生涯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什么叫你无所谓？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顾云峥，我们一定要承认一个事实：亨廷顿舞蹈症，它就是一个无解的绝症。就算我们拼尽全力，我们想要找到治愈方法的几率，可能连1/1000都不到。我做实验，碰壁也好，失败也好，都没有关系，因为那是为了救我自己。但是你不一样，
你在胶质瘤领域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你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有影响力的专家。我不希望你为了我做出这样无谓的牺牲，我也不希望你跟我一样，每天都活在虚无缥缈的希望里。为什么是无谓的牺牲？又为什么是虚无缥缈的希望？难道不是吗？苏维安，我从开始亨廷顿课题的那一刻起，我查阅了将近100篇的文献。我知道是很难，但是我做的每一步，我都觉得它是可行的。我甚至对将来5年、10年，我都做出了规划。这些难道在你的心目中，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吗？你为什么就不能和我一起把这条路走下去呢？我只是不希望你为了感情变得盲目，我也不希望你为了我牺牲你本该有的成就。连你也觉得我是被恋爱冲昏了头脑，对吗？是苏维安，是你，是你让亨廷顿的研究对我而言不再仅仅是一个繁复的实验。我承认这没错，但是我在书上写的每一个标注，我培养的每一版细胞，我做出来的每一次荧光染色，都是因为你变得更加的有信念。但这信念不仅仅是因为你，它还是每一个患有亨廷顿舞蹈症的患者。总要有人开始，也总要有人开路。苏维安，你的信念去哪儿了？抱着治愈亨廷顿舞蹈症的信念，每一天都会活得很失望。那就让我来，所有的失望都由我来背。你的信念是我就好了。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怕你突然放弃。既然决定回实验室，我就不会轻易放弃。但是这个不可以把我们俩的未来混为一谈。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花点时间，好好冷静思考一下。今天晚上我回家住。
苏维安，你是不相信我的科研能力，还是不相信我做这件事的决心？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放弃。你怎么在这儿？我说是偶遇，你会相信吗？不信。下班也见不到你人，发信息也不回，我就只好跟到这儿来了。我帮你。不用。苏然，你今天很漂亮。回你自己房间去。江江，我给你准备了好多惊喜，你跟我去看一下呗。什么惊喜啊？到了你就知道了。方明凡，这不会是你的调虎离山之计吧？我好心撮合你们俩，你叛变倒是挺快的。我先声明啊，我可没有串通方明凡，是他自己给江明准备了惊喜，和我没有关系的。就是啊，维安，要不你也跟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不介意你当我们的电灯泡。我介意。方明凡，你这次要是让我失望的话，你就死定了。不会的，走，去看看。喝水吧。总算找到你们了，江江，我还有个好地方没有带你去呢，那一定没有蚯蚓。伟安，你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好吗？你要带我去哪儿？走呀，快点。伟安，我也想带你去个地方。伟安，你知道都江堰的由来吗？2000多年前，蜀地平原，河道狭窄，东汉西涝，但是李冰父子却创造出了奇迹，建造了现在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带我来这里，就是想告诉我这一段初中的历史。我们都以为愚公移山只是神话故事，但是李冰父子，他们却真真正正的用烈火灼烧山石，在浇水冷却，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将山凿穿。凿出了现在的宝瓶口。我知道你要告诉我什么人定胜天的大道理，但是历史上有几个都江堰，又有几个李冰父子？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奇迹。就算没有奇迹发生，顶多不过我没有研究出特效药，一辈子都只是一个副教授。你离我而去，
我孤独终老。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这样了。云峥，难走的路，我一个人走就够了。你没有必要趟这趟浑水。既然一定有人要趟这趟浑水，为什么不能多加我一个？作为医生，我比谁都懂什么才是真正的世事无常。我们能做的只有把握住自己的脚步。我们每往前走一步，就离胜利更近一步。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区区2000多年，不过只是一瞬。快乐也好，悲伤也好，一眨眼就过去了。伟安，你们不要再浪费时间在冷战上了，好吗？虽然说，看你发脾气，也别有一番情绪。这跟喝壮药有什么关系？46分水，28分沙。就算你的情绪像山洪爆发，到我这里来了，也可以被排解掉。化险为夷。谁教你的？套一套土味情话，土死了。很土吗？我觉得还好吧。不生气了，好吗？你看这儿还有柿子，假的。真的。啊！你咬到我手了。哦。我们和好了。我们也和好了。那快来一起吃啊！走走。你放心吧，医院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哎，不行了，我吃饱了，好困，我要回去睡觉。哎，江江，你怎么睡啊？当然是我和维安一屋啦。这不气氛都白烘托了吗？这边去。维安，那你们先早点回去休息，明天陪我去见一个人吧。见谁啊？到时候就知道了。早点休息啊。拜拜。你早点休息啊。